同学们好，这节课我们学习中国功夫之近身实战第5讲缠腕陷跪。前面4讲我们学习了解脱类技术，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学习反关节擒拿。其实擒拿一词原本就已经包括了各种反关节的技巧，我们在此进行特别强调，是为了在接下来的3讲中让同学们更加注意对敌进行反关节的攻击。反关节擒拿强调反拿对方关节不放，并在此基础上对关节进行进一步的钳制或者是攻击。手腕在近身缠斗中是最容易被人拿捏的人体部位之一，由于手腕的形状及大小正好适合被人一把抓住，同时由于处于上肢的末端，离上臂及躯干的大肌肉群比较远，因而力量也相对较小，因此特别是上肢力量较差的话，一旦手腕被抓，就容易处于不利的劣势。如何是好？对除手腕被抓的方法有很多，今天我们介绍缠腕反拿。以右手腕被对方的右手从上方抓住为例，请看视频。当我手腕被抓住之时，请同学们继续运用前面所讲的三明治原则与方法，左手迅速将对方来犯之手紧紧地压在右手腕之上，即利用左右手之合力紧紧地夹挠对方，然后双手顺时针摇转一圈，同时右掌从对方手腕处的外侧缠绕，反手抓拿对方手腕，并使敌我双方的手心翻转向上。此时需要注意的是，左手虽可适当的滑动位置，但必须以抓挠对方手腕不能脱离自己的右手腕为准，切不可松手。在抓拿对方手腕的同时，腰向右转，右手走后顶，并带动右手向后拉拽对方的右臂至己方的腰腹间，受己方强力拉拽，对方一般会不得已迈出右脚以维持身体的稳定，此时我方则左脚向前跨出一步至对方右腿后侧。对于对方的右手而言，此时已处于左右手以及腰腹部至少是3对1的合力围歼之下。到这一步，我方虽然已经处于相对有利的状态，但并不放弃继续进攻。同学们请注意，此时只需将你的左膝顶住对方的右腿膝关节窝，以左膝单腿跪地之势，并可使反攻更为有效。非但如此，我方的左肘关节还可向下猛力的打压对方的右肘关节，重击之下，敌方的肘关节一般都会受到重伤。当然，在我们的练习中切不可如此重击，请大家注意加减力度与速度，体会用力的方法与时机即可。同样，敌方的练习同伴需起到靶子的作用，在配合同学完成攻击学练的同时，注意体验肘关节受攻击时的危险，以利于在实战的纠缠中
懂得自我保护自己的肘关节。同学们，这一个攻防在实际纠缠中特别容易发生，请大家仔细领会。首先，我们用缠绕的缠腕手法反抓对方的手腕，再以陷跪和压肘之力狠狠地反制对方。这一缠，形势反转；这一跪，立足千金。这一讲就到这里，下堂课我们学习怀中抱月，欢迎大家选听。同学们，再见。